们最近怕是要睡不着觉了。美国卫星拍到的一张三亚军港图，直接把福建舰的热度推上了顶峰。甲板上8架舰载机一字排开，歼35、空警600全在列，码头还搭起了疑似仪式主席台的红色区域。这波操作藏着什么大动作？想必不需要小编多说了吧？更让人振奋的是，这边福建舰入役赛季，大连造船厂也传来了猛料：004型核动力航母的建造进度曝光，吨位直超美国福特级。就这速度，中国海军的4航母时代估计也就最近这些年的事了。美国再不抓紧点，还怎么玩？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事情要从10月底说起。美国 Black Sky 商业卫星公司发布的最新图像显示，10月25日当天，海南三亚某军港内的福建舰甲板上罕见地停放了8架舰载机，涵盖歼35隐身战斗机、歼15T 改进型舰载机、空警600预警机以及直9直升机等4个关键型号。熟悉航母运作的你一定知道，非任务状态下，航母甲板很少会集中停放如此多型号的舰载机，这本身就传递出不寻常的信号。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码头，在福建舰与相邻的山东舰之间出现了一块明显的红色长方形区域，右侧还分布着不少疑似白色座椅或身着白色军礼服的人员队列的白点。有军事爱好者在22寸电脑显示屏上反复放大对比后发现，这块红色区域的结构与仪式用的主席台高度相似，而白色白点的排列方式也符合海军官兵列队的常见形态。结合此前航母服役前的惯例，不少人猜测这或许是福建舰入役仪式的彩排现场。除了甲板和码头的细节，福建舰自身的状态也暗藏玄机。卫星图清晰显示，舰首左右两侧下方各停泊着一艘小船，从位置和作业场景判断，他们的任务很可能是为福建舰涂刷舷号用的。要知道，舷号是军舰正式入列的重要标识。此前军迷们还曾调侃福建舰的舷号怎么刷了2月，如今小船到位，显然是入列前的关键一步。同时，福建舰的前升降机处于降下状态，上面还搭建了与码头相连的楼梯，这种设计通常用于人员上下舰或物资转运，进一步印证了临近服役的猜测。有意思的是，与福建舰的万众瞩目相比，旁边的山东舰显得有些低调。作为中国第2艘航母，山东舰已服役多年，此次与福建舰同框，甲板上空空荡荡，被不少军迷调侃为过气网红。不过，山东舰也有值得关注的点，它是否会换装歼35隐身舰载机，何时升级机库配套以适配新机型，这些都是未来海军装备发展的重要方向。毕竟，福建舰的舰载机配置已展现出代际优势，山东舰若能同步升级，中国双航母战斗群的整体战力将再上一个台阶。当然了，眼下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福建舰到底会在11月哪一天正式入役？结合现有信息，小编觉得有2个日期，大家不妨参考一下。第一个是11月12日，这一天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日。从象征意义上看，福建舰是中国海军史上首艘配备全通平直甲板和电磁弹射系统的常规动力航母，堪称海军装备发展的先驱者，与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愿景高度切合。选择这一天入役，既有纪念意义，也能传递出传承先辈遗志、建设强大海军的信号。第二个是11月18日，这个日期的依据来自山东舰的服役惯例。2019年12月17日，山东舰选择在17日正式入列，与舷号形成呼应。按照这一逻辑，福建舰舷号为18，选择11月18日入役，既符合舷号对应日期的传统，也便于后续纪念和宣传，是非常务实的选择。当然，这些都是小编基于现有信息的推测，毕竟11月2日有消息称，福建舰的甲板已全部清空。有分析认为，这是在为入役前的最后清洁、停机位划线、电毯轨道标线和拦阻区划线做准备，而这些工作通常需要1周左右时间。若按此推算，11月9日也可能成为候选日期。但无论最终选择哪一天，有一点可以确定，福建舰的正式入役将标志着中国海军进入3航母时代，航母战斗群的部署灵活性和作战覆盖范围将大幅提升，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具有里程碑意义。
当福建舰以3航母时代敲门砖的姿态临近入役时，大连造船厂传来的施工声，正宣告着中国航母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跨越的关键一步。原来004型核动力超级航母已悄然提速。据台媒10月27日披露的大连造船厂卫星画面，让这艘备受瞩目的下一代航母露出真容。在福建舰即将叩开3航母时代大门的节点上，这艘被外界普遍称为004型的新舰正以超出预期的进度推进，印证着中国航母下水及衔接、服役及迭代的跨越式发展节奏。要知道，作为我国首艘8万吨级超级航母，福建舰2015年铺设龙骨，2022年下水的建造周期已刷新国际纪录。而如今004型航母的模块化组装进度与福建舰完成海试的时程基本同步，更凸显了中国造船工业的成熟与高效。从已知信息来看，004型航母的定位堪称全球标杆。美媒军事观察指出，004航母的满载排水量预计达11至12万吨，若数据属实，将超越美国福特级的10万吨级标准，成为人类海军史上吨位最大的战舰。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外界普遍推测该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系统。2024年11月便有报道显示，四川乐山附近正建造专为大型水面舰艇设计的陆基核反应堆原型。这一关键技术突破将让004型航母摆脱燃油动力的续航限制，在太平洋、北极等远洋区域实现长期部署，大幅降低补给依赖，完美适配中国海军蓝水化转型需求。目前全球仅有美、法、俄等少数国家掌握水面舰艇核动力技术，004型的出现将直接改写全球航母力量格局。在核心战力配置上，004型更像是福建舰的强化升级版，同时融入了对未来战场的预判。福建舰搭载的全球首套非美制电磁弹射系统已通过多次测试验证可靠性，这套系统将直接沿用至004型，且可能升级为4条弹射轨道，配合3台大型升降机，大幅提升舰载机出动效率。舰载机梯队更是群星璀璨，歼35隐身战斗机、歼15T 弹射型战机、歼15D 电子战飞机、空警600预警机组成的现役最强阵容将全员适配，载机数量较福建舰显著增加。更有分析指出，鉴于中国第6代战机有望在2030年初服役，004型航母预留了适配6代舰载机的改装空间，未来可通过技术升级进一步拉开代际优势。对比全球最先进的美国福特级航母，004型的后发优势尤为明显。福特级虽设计指标亮眼，搭载双波段相控阵雷达、4条电磁弹射器，可搭载 F-35C 隐身战机及各类无人机，但服役后却暴露出了诸多硬伤。电磁弹射器初期无故障工作周期仅220次，远低于4166次的设计标准，导致2017年服役的首舰福特号直至2023年才实现首次实战部署，后续舰进展更显拖沓。2019年下水的肯尼迪号至今未完成海试，2022年铺设龙骨的企业号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服役。而中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军工产业链，既能规避福特级的技术陷阱，又能通过模块化建造提升效率。曾改建辽宁舰、建造山东舰的大连造船厂已积累了丰富的航母建造经验，这让004型的工期更具保障。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航母发展节奏的此消彼长。按照当前进度，004型航母级有可能在福特级后续舰服役前完成下水乃至入役。即便首艘核动力航母进度与肯尼迪号持平，中国第2艘核动力航母的下水时间也可能早于2030年的企业号服役时间。这种直道超车的态势，不仅让美国在航母领域的100年先发优势岌岌可危，更印证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国、第1大军工体系国的硬实力。从福建舰的电磁弹射试水到004型的核动力领跑，中国航母的发展路径清晰而坚定。当福建舰正式入列开启3航母时代时，004型的建造进度已在悄然勾勒中国海军更遥远的深蓝蓝图。那是一支足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全球贸易通道安全的战略力量，更是100年海军梦想照进现实的生动注脚。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